欢迎收看关键时刻。这一次中国的围台军演声势浩大，陆海空甚至这种所谓的火箭军全部都出炉了，还制造一大堆的 AI 影像出来。照理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国小粉红最开心的时候、最沸腾的时候、最民族主义最好的时候。结果怪了，为什么怪？你看到微博热搜上面，东部战区只排第5名，但没想到第1名是什么？中方要求彻查中巴公园的拆除事件，大家看到这边百思不得其解，什么叫中巴公园？我们也不太懂啊。就一查，原来他讲了巴是讲巴拿马。你看到这公园哦，非常漂亮，它里面有中巴公园之外，还有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非常重要，这代表是所谓的巴拿马他亲中的一个象征。结果没想到，就一个晚上的时间，怪手进来了，直接拆了，把公园拆了，把纪念碑给拆了。甚至连中国驻巴拿马的大使都去现场说你不准拆，结果人直接是被架走，人直接是被劝离，而且短短的1天之内，这个公园已经被夷为平地了。而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你看到这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才到了这公园哦。他形容这公园是什么？他说这个是所谓的中美战场的最前线，因为这公园的意义、公园的历史非常的重要。结果没想到的事情，他现在说拆就拆，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中国在南美洲，正在巴拿马的影响力，甚至他的势力正在一步步随着这种纪念碑、这种公园完全被拔除。所以世东哥，今天大家都在讨论军演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小粉红应该第1名啊，对，第1名应该说，我们把湾湾怎么样啦？不对，中巴公园的拆除事件，这样对中国来说，你说把我们这种跟你这么友好的一个象征，你完全拆掉，完全拔掉了。没错，在今天的时候，可能台湾的媒体啦，或是说像日本的媒体，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个军演、环台军演这件事情。可是我说，对中国的民众来说，好像这件事情啊，他们也知道说军演浪费钱啊，他们似乎也没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你看微博热搜的时候，如果你要说东部战区相关，它只有这个东部战区，而且没有说军演，而且一直往后掉。它是因为这样子目前为止才维持在这个地方。好，那我跟他讲，第1名是什么？中方要求彻查中巴公园拆除事件。现在这件事情反而呢，现在是全中国民众呢最热烈讨论，而且讨论到什么程度？你看，连他们外交部都出来说了，他们说什么？你强制的这个拆除了，非常恶劣，严重的伤害巴拿马广大华侨的这个感情，有悖于这个中巴友谊的这个大局。然后甚至连路透社都出来说，中国表示对巴拿马拆除纪念碑一事严重不满哦，不爽啊！所以现在是习近平、外交部完全都不满的一个状况。好，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什么呢？这画面其实是一个纪念公园，还有一个纪念碑，对，还有上面还有一些所谓相关的装饰品。那这个呢？这个是盖的时候是，这公园照人啊，这还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跟巴拿马友邦教授盖的一个公园。这个纪念碑上面写的华人抵巴150周年的这个纪念碑。对，所以也就是说，在1854年的时候，有大批的华人来到了这个巴拿马，所以它是见证了巴拿马跟这个所谓中国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台湾盖的，但是事实上他们认为说这是个象征嘛。对，就这个象征来说的话，赵尔那为什么被拆吗？因为是川普要求的哦，川普就说了，这个公园呢把它拆了，因为它这个公园就位在巴拿马运河上面，它可以俯瞰巴拿马运河。那某些程度来说的话，这个就是这样。简单来说，川普测试你巴拿马到底你要不要跟我美国站在一起嘛？你的忠诚度要拿出来，对，不然就把它拆了嘛，对。但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之前川普就要求了，所以你看。今年的时候，赵尔不是讲到8月的时候，他们就华盛顿邮报记者不是就来了吗？对，他就在这个公园，在巴拿马这边，他说巴拿马公园已经成为美中的最新战场。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公园嘛。8月讲完，12月就是拆掉了。对，所以拆掉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中国会气噗噗？这是川普要求，就变成是战场，就现在巴拿马把它拆了，那表示什么？中国战输了嘛，就这么简单，所以中国才这么生气嘛。好，那除了这件事情来说的话，现在美军呢已经似乎是进到巴拿马。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在巴拿马是有相关的基地还有驻军哦。对。那他现在又回来哦。你看他们现在，他们跟巴拿马在进行海军的潜水训练。你看他们潜水训练，赵尔，这是美军哦。他们潜水训练的地方在哪里？在巴拿马运河上面呢。那是什么意思？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在这边发动攻击啊，把你的船击沉啊。这都是他们训练在这边，然后甚至还有陆军的训练也都在这个巴拿马进行。所以看起来的话，巴拿马似乎是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投名状，我把这个纪念公园拆了，
象征我跟中国的关系的可能有一点破坏性的这个状况，那我要跟美国站在一起的一个状况。所以世宏哥，所以巴拿马运河这巴拿马的纪念碑拆掉，这个很重要的讯号，等于是美中在南美洲这个地方，杀的跟什么样？你看到南华早报它特别讲一件事情，当今天台湾在这种围台军演的时候，他们兵推是在做什么？对，他兵推是锁定在加勒比海，是，他是真的要跟川普这边尬的我觉得这有意思啊。这个南华早报弄的一个照片，你看他就弄了这个照片，这照片是说什么啊？我们有进行所谓兵推了这个招，他说兵推有什么？这个古巴、墨西哥、加勒比海，还有这个鄂霍次克海，还有包括到台湾，这样都非常多。可是他偏偏就把这张照片弄出来。对，这张照片你看央视新闻报道，那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对，那为什么这个引起大家注意呢？因为这个巴拿马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加勒比海这个位置，地方，它就在南美跟北美中间，他用这样子哦。那他现在也准备要揍墨西哥，所以他现在这样的意思是说你看我们也要染指这个地方，那甚至还说什么，还有我们最近还有洪都拉斯嘛，洪都拉斯也在这边嘛，那他还说什么？我们现在有红色的点，就是我们中国的部队，然后这个蓝色的点是从美国从这个墨西哥湾下来这个状况，那这个中国为什么要放出这个意图？当然就说，我也要到你美洲去的意思嘛。好，那我讲，那为什么这个公园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你看哦。这个公园，你看，这原本是这样的公园啊，它有那种中式的这个楼阁的这个状况，楼排的这个状况嘛，对不对？那现在把它拆掉了，完全拆掉。一个晚上，怪手直接出来，唰，把它拆掉，直接把它倒了。对，那里面还有一个，你看，这个说这个华人抵达巴拿马150周年的这个纪念，他就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我就跟他讲，这个拆了之后呢，因为为什么华人会这个中国那么紧张？因为当时为了要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巴拿马政府在2004年，因为这个纪念碑也是2004年盖的，宣布每年的3月30号为华人日，然后充分的这个表示的这个巴拿马，尤其感谢感谢华人抵达巴拿马对巴拿马的贡献。照你知道吗？事实上一开始抵达巴拿马的人还蛮多了，为什么？因为巴拿马在早1854年的时候，他要盖什么两洋铁路。那紧接下来的话，还有他们很多的这个是庄园啊，什么咖啡庄园，或者说什么香蕉庄园，都有很多华人去。当时华人是华工啊，因为当时是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时很战乱，所以很多华人来这边工作。那紧接下来的这个所谓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死了非常多华人。所以他华人呢，为什么要盖这个纪念碑呢？因为华人的尸体就埋在运河的两边非常多尸体在这边，所以他盖这个公园是有意，他就是在这个可以看到巴拿马运河的上面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公园。那这个公园要纪念在这个巴拿马运河两旁所有的华人，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说有相当大的意义啊。那你这把它拆了什么意思？是不是否定掉过去华人在巴拿马的所有贡献？所以中国 keep up 啦，然后 keep up， 我看这个我就讲深夜在那边拆的时候，人家在巴拿马国土拆赵文啊。他们的这个中国驻巴拿马大使徐学恩，他亲自带人去了，绕人来了，他就来了。他说：“你会搞什么？”你看他亲自这样子，他还亲自那边看哦。你看他还带中国人去那边抗议哦。他说什么？对于两国友谊遭受到冲击，表示深切痛心，还称历史将记住这一刻啊！对，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所谓纪念碑跟纪念公园拆了呢？你这样是否定我们华人的贡献吗？而且他们情绪很激动，当然还是要冲到里面去。是，结果那个人他挡完之后呢，他还穿越所谓的封锁线，对，在怪手旁边了。就保安人员不知道是警察还是什么，是直接把他拖走的。还引起了冲突你看凶的。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华人在那边抗议啊，然后因为有这个官方在那边造嘛，他也不怕你嘛，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跟他们当地的他是把他推走的。当地警消人员就出现这个所谓尸体的这个冲突。你看，我们就想，你中国大使馆你也太夸张了嘛，你公开带人家群众去那边闹场，那他们还正在发动一个，你看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来说，有很多华人在那边手持这个手电筒，然后蜡烛，然后写的说文化值得尊重，历史不可摧毁等等这样字眼，然后这边喊正义，正义 justice 就出来了，又来了。对，你们不是在台湾在弄一个 justice 的军演，他在那边也是 justice， 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讲的话，正义是最重要2个字。但是无论如何啦，这个巴拿马已经把它拆了嘛，没办法嘛，对，好，那我就跟他讲，那我就讲。刚才我们说的是，你看中国这样子大规模的报道，对不对？然后这个很多这个华人，然后很多华人去那边抗议的。你看
连美国媒体也开始报道，这是之前的美国的媒体报道，他就说，你看这美国媒体当时在8月，就是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他说什么？这座鲜红色的拱门由石狮和彩绘这个守护，建于2004年，旨在纪念这个所谓的这个华人嘛，对不对？然后名为美洲观景台的时候，是连接这个可以俯瞰连接大陆的桥梁，还有下方的通水道，对，就这样一个状况。那现在完全都被干掉了嘛，好，那为什么被干掉了？我跟他讲，事实上当时的时候，今年年初我们不是就说吗？川普不是说我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吗？收回巴拿马运河，当时不是已经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昌实集团说，你要把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港口卖给我们的一个状况，对不对？那巴拿马然后这个美国不是在威胁巴拿马说，你现在不能够加入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就你看巴拿马在2月就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对，因为他忍受不住，因为他怕。我们在1989年的时候，美国曾经进军巴拿马，当时这个川普不是在这个呛虾，我可以用军事能力拿下巴拿马，还要把巴拿马运河给收回了，都没有关系的。巴拿马很害怕，所以他2月就宣布要这个退出一带一路，然后紧接下来的话，这个川普就说，你这个公园要给我拆掉那个状况，给我拆掉哦。好，那拆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当时美国已经要求巴拿马拆掉，结果你看。当时的这个我们刚才讲徐学渊，就当时这个昨天晚上率队去抗议的那个，他还在庆祝中巴建交8周年的这个6月的时候，他说对中国为巴拿马所做的贡献致敬。他们表示绝对不能允许任何的拆除或是搬迁他的墓地，也就是说不能拆。对，中国说不能拆，那这个美国要你推出一带一路，然后说把它拆，就没想到后来没多久就把它拆，所以显然啊。这个所谓的中国在巴拿马的外交工作，完全是这个头嘛，所以也难怪徐学渊昨天这么气，对，闹人来，对，6月我才跟你讲完，是啊，你3月给我拆对啊，你看我觉得他大概官位不保，为什么？你惹到连这个中国外交部还有习近平相当不爽，你是搞什么啊？圣上震怒啊！对啊，所以他赶快要找人去啊，结果找人去，我讲改变不了，因为你现在人是在这巴拿马的这个国家里面，你根本没办法怎么做好。那我跟他讲，现在中国你看他们还发了个严正声明出来了，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的严正声明，他说什么？他说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对此表示极度的震惊。强烈的愤怒，还有坚决的反对。对，他说你伤害了中国人民对巴拿马人民的友好情感。好，那除了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整个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权之外，我们要讲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也是美国故意放给你看呢。他在12月18号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啊？他就说什么啊？我们美军的这个潜水人员啊，还有巴拿马的安全工作人员呢，在这个巴拿马运河的附近呢，学习这个打捞的演习啊，然后准备要下水去作业啊。然后这个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呢，致力于提升该地区伙伴的能力还有互通性啊，然后显示美国对巴拿马人民的一贯友谊还有伙伴关系啊，这样一个状况啊。他在挖墙脚了，把人都找来了，我都跟你合作了。对，那他在水下学习打捞，还有作业。对，那你看旁边就有一个商船从那边经过。对，那什么意思呢？表示说美军我们可以进来这里面，但这不是实质就被我们控制住了吗？美国直接进到巴拿马的里面了，我可以控制住那个状况。对，好，那还说什么？他说，我们还有学习，在这个海军基地里面来说的话，我们跟他学习。这个手把手教这个巴拿马，或者说我们跟他交流所谓丛林作战，你看他还用什么？你看他涂成这种丛林装，对不对？然后还这个抓到鱼，然后那边烤鱼来吃，他们可以在整个丛林里面作战的一个能力啊，这样一个状况啊。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美军跟这个巴拿马军队，他们也在做联合的作战的演练，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丛林作战的计划啊，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美军现在不是在委内瑞拉那边有成军吗？他们如果他们进入委内瑞拉，也是在热带雨林嘛。结果你看，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也在热带雨林这些巴拿马运河这个地方，他们有这个以前的美军基地，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练什么，在怎么丛林作战，然后怎么登陆。因为巴拿马跟委内瑞拉的地形非常像，都是热带雨林的这个地形嘛，所以他就来这个地方演练，然后演练说，我们怎么去救出伤者？这也可能是针对未来可能在委内瑞拉爆发冲突的时候，美军万一有受伤，我们怎么把他救出来？对，就在秀这个，他在弄这个动作啊。好，那我就讲，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美国还有盟友巴拿马，他们在巴拿马城的这个美国大使馆举行一个叫危机应变联合演习。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假设这个美国的这个大使馆被人家入侵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撤离相关的大使馆的人员？你看，这在因应什么？大使馆演练这个东西。好，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刚才不是说中国不是说什么？我们要号召这个华人要起来抗议嘛？
搞不好就为了这一桩，不知道啊。他们很凶对啊那个是全副武装，是在演练的。对啊，因为华人，我就讲很厉害华人在巴拿马有30万人。对，那你看现在中国这样在那边煽动那些华人的情绪，你哪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现在就在那边演练我们这个美军大使馆如果遭到攻击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防范嘛？哈，那我就说，显然巴拿马跟美军似乎是已经知道说，这件事情拆掉之后，恐怕会有一些纷争嘛。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中国最近我们刚才不是说他为什么要秀出这个加勒比海？不是除了巴拿马、洪都拉斯，还有墨西哥嘛？好，我跟他讲，现在中国准备要对墨西哥动手了。真的假的？为什么对墨西哥动手？我讲，因为墨西哥呢，我们讲墨西哥被美国要求，川普说好，我们接下来要谈这个北美的这个贸易协定，我们要在第2阶段审查的时候，他要求说你不能够洗产地啊，你都洗产地的话，那我干嘛跟你这个有自贸区？我还被你课关税，所以墨西哥总统就说好，那我未来准备对中国课关税。他可能会磕一个这个20%或是很高的关税，就这惹了中国不爽嘛，中国就不开心，所以你看中国怎么说？你看呢，这个是牛弹琴，牛弹琴是他们他们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算是他们的写文章，他都写一些对外关系，他说对墨西哥小动作，中国已经准备了3大招。3大招？对，什么3大招？他就说什么法律跟多层面的这个反击。然后第2个层次是双边贸易的这个应对政策这个状况，然后就这样，它有3个方面的这个做法的一些情形，连胡锡进都出来说啦，他说什么？我们中国准备了对墨西哥下重手，你看他下一句话，并奏给美国看，他就要奏给他就是要奏，因为说实在，墨西哥会这样做，就是川普要求嘛，他说你是煽动美国盟友仿效墨西哥嘛，对，所以他就要奏给美国看啊。他就要揍墨西哥啊，对不对？然后说希望墨方及早纠正有关错误做法，同中方相向而行，反对美墨谈判损害中方正当利益，敦促墨方的稳妥行事。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现在中国呢，在这个美洲有2大议题。有几个议题啦，第一个当然是委内瑞拉他的盟友，现在大家已经完蛋了哈。另外就是洪都拉斯，看起来的话，他的新总统可能会转抱台湾怀抱。另外这巴拿马现在他居然拆了，我一直叫你3令5申跟你说不准拆，你不要拆，你给我拆了。好，那紧接下来的话就墨西哥说，我要准备对中国科高温税。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北美一条线，还有这个中南美一条线。这个中国是输得一塌糊涂啊，对，所以难怪嘛，现在中国真的非常生气啊。为什么？因为川普真的使出大招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的一个情形。宇轩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我们以为现在最紧张应该是我们台海这里，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张，这是南华早报的报道，是吧？央视的画面全部都拿出来。现在原来最重要的战场，真的就在加勒比海。现在中国要反杀回去了，真的假的啦？在中国有句话叫做我们讲纸上谈兵啊，但偏偏这句话是负面名词嘛。请问你只会打嘴炮，出一张嘴，纸上谈兵，结果没想到这个嘴炮国纸上谈兵就算了，胆子肥了。为什么？我们刚才是不是讲说墨西哥湾跟加勒比海？对，你知道吗？这个被马赛克掉的部分，你知道是什么？下面这边是红军，红军代表是谁？解放军。上面这边是蓝军。蓝军代表你知道是美军，对，所以他的想定是说美军会从 Houston 出来，然后他要在加勒比海这边跟他做对抗，他要搞到美国本土去，对，我胆子肥了吧？你怎么敢做这种想定呢？结果后来果不其然呢，没多久这个东西赶快马赛克，还是不要被人家看到，好像是马赛克的画面，那修脸把它马赛克掉哦，后来整支影片还下掉。但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想定？你如果把整个地图打开来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整张地图的正中间是谁？台湾。所以它整个想定的系统，来，我跟各位报告哈，你知道这一套系统叫什么吗？叫 Next War Taiwan。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不要脸的？他的意思就是明目张胆，就是我中国现在只有一个战略标的最重要，我整套系统模拟我就是要打台湾。对，他是在搞这一套那打台湾为什么要去弄美国呢？对，怕美国来协防嘛。他的剧本是这样嘛，所以他也有日本啊。他是日本北海道海那边也有啊，然后在我们讲宫古海峡他也有啊，所以他在加勒比海根本是讲先发制人。对，他以为说他这样想定，但你说他敢不敢讲？不敢嘛，敢不敢做？我跟你讲，他不敢啦。所以你知道吗？当他演定这个时候，人家发现说，哇，讲得很厉害，什么人机协同。但后来是人家仔细去观察，才发现说，整个地图不管你从大大小小里面中央细长的符合古巴的本岛，以下面有大安地列斯、小安地列斯以及中南美洲。我跟各位讲，不用演了。这地图一看就知道，就是加勒比海那边。但是你知道吗？兵棋系统里面，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一个东西，这是清华大学，因为我跟各位报告它是国内外20几所大学凑在一起，
把所有人力物力，包括空军、包括陆军、包括海军、包括太空军、包括火箭军，全部大家各就各位，各自做各自的。加上一些大学来模拟出这个所谓的兵棋推演系统，来台湾就在正中间，对，所以它才叫 Next War Taiwan 嘛。所以最来讲，打击台湾呢是最重要，甚至有人台湾的直接仔细去看，它有一张上面放了一大堆这种我们讲的纸本。那这个纸本里面呢，上面有个地图，虽然说水文地形地貌呢有点粗糙，就来照你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它就是台湾。这是之前来我们节目的约瑟说的。对啊，他又看到了这个东西。对，你看他眼睛多细不愧是我们讲的这个调查专家。来，他在讲说中国包括兵工厂包括有一些轻量型的工厂因为它国内的包括第2、第8研究所，只是怎么讲罕见，算是国内少有的就是说中国国内。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等于说把倾尽全国之力来做这个，但照了，我跟你讲，笑话一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游戏王。你说这是什么？触动陷阱卡？对，他说这张是魔法卡。对，就噔噔噔噔噔噔噔，为了对决的音乐，他说呵呵，我先启动一张环境魔法卡，呵呵，中共围台，同时我附上一张陷阱卡，同时我再派出我的动95驱逐舰结束这一回了。我问你，真实战争有谁会这样打？有真实战争有谁会这样打？对，他说我有太空军，我启动太空军。干扰美国的我们讲的全球卫星，那我请问一下，全球卫星是你一张卡这样放下去的就能干扰了吗？对，它有这么简单吗？它这个想定合理吗？它是符合现实吗？网络空间，我对台湾启动电磁脉波炮，导致呢台湾全台电力系统瘫痪，不是这个是说做就可以做到了吗？我以为这是什么？我以为这是开玩笑，这是桌游吗？不，这是耍宝嘛，哪有人这样打仗的？然后你看上面还是什么？就是他的骰子说，哎，我这边值个1点啊，这边是4点啊，代表可能他到目前为止推动我们讲突破的时候是美国的防空系统啊，如何去突破，包括太空站人工智慧啊。所以我跟你讲，各位这很搞笑。再来，你可以看到一个更搞笑，你知道是什么吗？来，这个是他背后面一张几毛钱的这种晶片。你知道这个晶片干嘛吗？他说因为我们每次进行这个兵棋推的时候，它太复杂了。什么叫复杂法呢？有陆海空三军，有环境，有背景因素，有电子征收站，所以呢，我们的裁判要判定的时候都很困难。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兵棋后面都贴了一个小小的这样晶片，等于就是说电脑就可以感测到它。然后呢，他拿这个晶片，你知道他干嘛吗？盖章。你有没有玩过我们那个3岁以下幼童建议使用的那种，比如说儿童读语卡？比上去 Apple， 比上去 Pineapple 然后比上去 Pen 就是会有那种卡片，它就跟那个一样，就比上去之后，他会跟你讲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指令，进攻、征收、扰敌，他会有这样子对，然后呢，他等于说你先比上去，跟他讲说你要征收之后呢，然后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就拿去大的背对背，什么叫背对背？背对背意思就是说我看不到你的旗子，你也看不到我的旗子，我是蓝军，我看不到红军，我是红军，我看不到蓝军。我就按一下征收一下，就知道你知道他征收下去是什么吗？任务失败，100%任务失败，因为敌方具有电磁干扰就是这样直接这样子按。那我心里就一个问号失败你还按下去干嘛？对，所以我跟你讲，我都怀疑这个是低级红高级黑。来，比如说呢，它就是它这个兵棋系统，就你看到这么烂的来，我们刚刚拿着这个烂的红色的这个就往这边盖征收失败，就一直这样叫，什么搞笑兵推？这很像小朋友在玩游戏，你知道吗？你看，红方指令失败，敌方电磁波干扰100 dB， 我想各位这整场都是闹剧，但是只有更闹，没有最闹。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对日本北部北海道呢以及千岛呢，他这边都有进行相关的演练，但是呢，下面这边这个就比较粗糙了，为什么？因为就没有刚刚那么细致的模型玩具，他就直接用写的。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写 J16，也就是歼16，总共有8台，对抗谁？6架法国标风战机，他们叫它阵风战机。那你知道中国网友看的时候就忍不住吐槽说：“我们歼16是战力比较差的吧？人家法国6架标风，我们就得派8架才可以跟他对抗，然后全部都用手写，然后自己在那边模拟那个想定。”甚至是他们为了要模拟兵棋，对不对？来，赵和，我考你，给你2秒钟时间讲，你看得懂这是什么鬼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我们为了要演你，来，你看得懂吗？这是拔草测风向之类的东西吗？对，很像嘛。对，我觉得你讲的还比较精准。这是一台战机，这哪像战机？你骗我！真的，他说我也是为了要打造3D 立体模型，所以我们的战机分为高空、
中空，还有低空，然后呢上面会挂一个牌子说这个是全功率、半功率啊，功率如何，一个翅膀断掉，然后呢作为一个兵棋，啊这边巡航，然后我就想说，不是你想想看哈。战争是不是都几百台在天空飞？那你整个旗子在密密麻麻，那放眼望过去，你是一个人，然后你要做兵棋推，那你是看得懂说它上面这个挂哪里，然后是什么样的标签？你标签看完天都黑了嘛，所以我说要靠电脑嘛。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是高级黑。我想2个理由啦，第一个，你怎么会去骂？你怎么会去说我要去打美国嘛？他不敢让这件事情公诸于世，因为是中国网友发现。第二件事情，这整套系统凸显出来。真的太 low 了，因为你知道里面中国网友都说什么吗？他们的官兵哦，他直接讲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讲啊，我们中国人虽然说没有打过战争，但是呢，透过所谓的兵推即战争。”所以我就想说，哦，所以你中国人是在承认说自己根本没有战争经验，这30年来都在纸上谈兵，最后玩得像扮家家酒，小朋友3岁导读以下的玩具一样，这就是你们的战力吗？庭伟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讲哦，在巴拿那个地方，纪念碑拆了，公园拆了。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现在川普要把南美洲事情全部都收回来，结果今天有更大的讯号来了，是以色列。以色列竟然去承认索马利亚蓝帅，以色列先做了这招，他要干什么的？全世界目前只有台湾承认索马利兰，然后现在换以色列承认索马利兰。你知道索马利兰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吗？它就在东非的这个东非之角这个地方。对，如果说川普要拿下奈及利亚，就是西非的重点国家来讲的话，那东非呢？东非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各位不要忘了哈，索马利亚它是一个过往来讲大家恶名昭彰，就是它的海盗，对不对？那索马利兰其实是从索马利亚分离出去的。那之前在美国的介绍之下，台湾跟索马利兰发展关系啊。今天来讲啊，以色列我认为也是美国在背后指使的，一起发展所谓的以色列跟索马利兰的关系哦。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哦，这张图以色列在那个据点当中，你看往下走，它就是进入到红海。对，红海一直往下走的时候，你看到就吉布地这个地方。对，吉布地是不要忘了，是全世界目前来讲解放军在海外唯一的军事基地。哦，吉布地的隔壁就是索马利兰。而索马利兰的对面就是也门，对，你知道当初来讲的话，以色列在处理哈马斯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组织一直在骚扰以色列，那就是也门的胡塞组织，不是吗？就在这里。对，那也门胡塞组织呢一直在骚扰什么？包含进入到红海的这些相关的船舶。以色列现在如果跟索马利兰进行了建交，如果他承认他的之后来讲的建交的话，请问以后以色列是不是有军舰就可以直接派到索马利兰了？我在这边就直接来监督你了，对不对？是啊，所以他直接就可以去处理有关也门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扼住了红海的这个亚丁湾的这样的一个湾口。那所有你看到以色列旁边那一条运河叫什么运河？叫苏伊士运河。对，所以苏伊士运河的这个部分不就又被以色列这边卡住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当川普在处理巴拿马运河的时候，不要忘了全世界还有另外一条更重要的运河，那就是苏伊士运河。对，如果中国这条运河它没有办法经过的话，它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过去，它的成本也会增加的。所以以往来讲的话，我们曾经在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苏伊士运河危机，而现在以色列它去承认索马利兰，当然很多国家都开始舆论哗然，很多沙特阿拉伯的或者是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他们都认为以色列你这一招是出哪一招？对。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它是具有战略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铺陈啊。那我们台湾呢，早就跟索马利兰在前年开始就发展一些关系了，而去年开始来讲的话，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这个会谈。那今年来讲的话，我们跟索马利兰签署了海巡合作协定。对，你知道这个海巡合作协定来讲的话，未来我们的海巡船可能就会出现在索马利兰这个地方。哇塞，真的假的？对，刚刚说那个地方很重要的。对，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不亚于吉布地这个地方啊。如果说我们要比这个中共的解放军的军舰还要更早在这个东非之角能够扼住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的话，那以后如果来来往往的解放军的军舰，我们不就都知道了吗？假设如果我们在这边索马利兰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海巡据点，我想啊，它上面虽然写说未来可能要打击非法捕鱼啊，或者是说进行什么海上救难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都是幌子。为什么呢？真正的是把我们的
这个海巡，而且我们海巡现在不是有架设一些重要的炮弹的这个等于是类同军舰的就派到这个地方来的话，那这时候就可以跟他进行这个海上的一些合作。更重要的是，索马利兰早就派学生到我们的海军官校来就读了。你看到这个是授阶了，这是授学生阶，也就是说他来读这4年制的这个海军官校，未来回到索马利兰的时候，有可能说不定他成为海军司令也不一定啊。所以以色列今天我们大家才会说如果以色列已经把中共视为是一个他的威胁来讲的话，那以色列又跟索马利兰发展关系，全世界也只有台湾跟索马利兰发展关系来讲的话，难道台湾跟以色列的关系不会正常化吗？难道我们不会跟以色列建交吗？所以先前传出来说我们可能跟以色列建交的传闻，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瑞德哥，今天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惊呆了。今天中午不是说要围台军演吗？结果他在傍晚晚上之后陆陆续续发，结果他的这一段画面，我真的想说真的假的？你看到他说什么？我收到了海马斯的目标信息，报告指挥员收到海马斯的目标信息。结果他要干嘛？他真的要锁定台湾的海马斯飞弹车，要来专门炸全台湾的啊！那么他这一次呢，中共的军演东部战区特别指定了要炸台湾所拿到部署的海马斯火箭弹。他指定要炸什么，就表示他怕什么。怕什么？他怕海马斯火箭弹嘛。在2022年的12月31号的跨年夜的晚上，那么乌克兰做好情报了以后，一枚海马斯的火箭弹呢，直接咻打到顿内茨克被俄罗斯所占领的这个土地上面的一个相关的兵营啊，400多个俄罗斯的阿兵哥伤亡，就直接这样造成惨重1枚而已啊。所以呢，站在这个等于说中共的立场上，你没有发现吗？我们买了好多的东西，它好像反弹都没那么大。对，它这是摆明的就是我干掉你海马斯火箭弹嘛。为什么？跟各位讲，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不是已经有买29套了吗？对，买29套，而且有11套已经拿到，明年会有另外那么18套呢？明年会有另外18套，也会陆陆续续都到嘛。它之前反弹好像没那么大，对。那这次为什么反弹不太一样哦？对，因为呢，我们之前买那个300公里的这个相关的那么陆军战术飞弹呢，84枚啊，因为它比较贵，然后射程比较远，300公里。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说，好像买少了一点，300公里咻，没多久就用完了嘛。我们这次买了这个所谓的陆军战术飞弹呢，直接来了420枚 M57系列的，但是老公非常的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它有什么功能呢？它有空爆的功能。空爆功能是什么意思？海马斯火箭弹事实上呢，除此之外，它的射程可能会从300拉高到500公里。对，那么拉高到500公里什么意思啊？最远如果在澎湖的话，可以打到江西去啦。300公里的话，锁定的是中共沿岸的3个空军基地跟这些指挥体系，包括港口啊。你在厦门港，在什么港，我就直接。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还是29套的话，不好意思，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杀伤力。我们即将成为如果那么我们的军购 OK 的话，我们将拥有111套的海马斯火箭弹发射系统啊。然后呢，将成为继美军之后呢，全世界第2大拥有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的国家。对，我们这个空爆1枚海马斯，那么陆军战术飞弹就可以端掉了整个中共的指挥中心呐，就把它给打掉了。当然也有人讲说，你们公安熊操不一样，中共有电子干扰设备，不好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中共那么生气的原因。各位，如果你要登陆的话，你几十万的大军呢，中共几十万的大军一定会集结在港口，因为你要2栖登陆嘛。海马斯火箭弹还可以扮演我陆对陆，我还可以陆对舰，直接打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运输舰嘛，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莫怪老公那么生气嘛。你没有发现这次老公很生气吗？他指明了要干这个的，要干掉海马斯。问题是前提是在这里，你知道海马斯火箭弹多不容易打？因为很简单，它8秒钟射1颗之后呢，那么它在8分钟之内再装弹完毕，然后射完了以后我不装弹，我立刻转移阵地，它时速超过85公里，射完以后20秒就立刻转移阵地。我们你台湾的隧道跟高架桥啊，还有这些铁工厂这么多，你是要怎么去打到嘛？还有今天国防部在面对这次的这个演习以后呢，还故意公布了，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公布了嘛。
这次公布的，你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吗？这角度，对，我第一次看到这没错种角度哦。我们之前公布的都是从上面对下面，然后在后面，对不对？对在后面上对下这样拍下来，他的歼16都不知道，因为按照老共的个性，歼16如果知道的话，一不会安内好你 hit， 你知道不？对他一定会转头来，然后跟你这个等于要硬碰硬啊，还给你下马威啊，他完全不知道我们的那么狙击手的假长在拍他，再拍他你不知道，而这个角度是。我是在什么角度上面？你想想看，他是在什么角度上面 ？F16V 用这个等于说狙击手才让直接照着你，我照着你，我可以照到你，我就可以打掉你呀！我的管你什么歼16、歼160嘛，是赶快呐，你知道吗？所以呢，事实上，今天国防部就跟你讲，老型仔在花布这边，而且高国人为什么不用？今天当中共一大早东部战区啊这边发表一大堆乱七八糟，又要军演又要干嘛的，80、90不飞机越过哪里啊？会不会还故意把那5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啊，那么相关的要轰炸的地方啊，要这个实弹射击的地方，其中有个竟然故意在我们距离鹅銮鼻只有区9海里，对，你不是欺人太甚吗？12海里就是我们的领空，你故意设在9海里。现在大批的海风大队，各式各样的防空反舰飞弹布满了台湾的沿线，就对了。我们当然没有人希望打仗啊，但是只有把自己弄得更强大，豪猪的舰更多，刺更难这个等于对付。老共才会做样子，明天实弹演习顶多一项，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很可能会出现海上跟空军的相关的这个飞机的实弹射击飞弹，射完就好好回去准备跨年吧。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情出击。